在最新的数字，现在统计又再添13人阵亡了。这个数字让川普也是吓了一跳。当然，川普在这个时候还是持续喊美国赢了。美军的伤亡其实对美国来讲会影响到整个民心士气，甚至于会激发起反战的情绪。我们从越战还有阿富汗战争都可以看得到。毕竟川普是民选的总统，他之后还要面对其中的选举。那如果说是过多的美军伤亡引起美国老百姓的反战的情绪来讲的话，当然不利于他这个其中选举。不要来关心到，是因为呢，最近传出了非常多美军伤亡的数字。那么我们在最新的数字，现在统计又再添13人阵亡了。这个数字让川普也是吓了一跳。当然，川普在这个时候还是持续喊美国赢了。那么伊朗的部分则是出动了最强飞弹，狂轰美军基地。这场战事正在持续的升温当中。我们要赶快来看到这个是川普他最新又在对外喊话说美国赢了，但是呢，我们来看到数字并不是这样说话的。我们来看到这是来自于这个伊拉克的武装团体伊斯兰抵抗组织特别公布了美军的最新伤亡数字。他说对美军基地进行了31次的袭击，最新数字再添13名美军阵亡，数十人受伤。除了这个消息之外，我们还收到了一个最新消息，是在伊朗1日的时候清晨对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动了这一场无人机袭击，伤亡程度远超过先前公布的资讯。除了造成6名美军的殉职之外，还有数十人也遭到了重挫，伤势非常的严重，包括了脑部的创伤、灼伤，还有炮弹炸开瞬间造成的破片伤，至少1名士兵可能面临截肢，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而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伊朗持续的展开行动，真实承诺4已经好几回合了，数十回合。现在最新的一次是在1日这一天，飞弹跟无人机持续的锁定美军在中东的军事设施，使用的是4款他们的飞弹，全部一起出马了。这当中包括了霍拉姆沙赫尔、加德尔系列、埃马德中程跟海巴尔高超音速导弹等等。纽约时报最新的报道说，这一次的攻击从卫星图像来看，至少造成了17处美军的设施都遭到破坏，当中知名的包括卡达、乌代德空军基地、科威特萨利姆空军基地等等。伊朗现在甚至改变战术了，他们避开了美军最强防御区域，开始改攻的是他们的后勤设施、雷达跟补给节点，用不对称战术，逐渐要来慢慢的削弱美军的军力。川普这时候喊说赢了，伤亡数字却不断的暴增，川普还说胜利了，那胜利的点在哪里？将军怎么看？第一个军事作战，如果要说赢的话，最起码要有2个目标。第一个，按照西方兵圣克劳塞维兹所讲的，要屈服敌人的战斗意志。我们看第2次世界大战，包括日本的无条件投降，还有德国的战败投降，都是接受同盟国的条约，屈服他们的战斗意志。第2个，你要达到你的战略目标才能够说是你赢了。那这次美国发动这场战争，很明显的，我认为他的战略目标第一个就是要推翻伊朗的神权政体，建立一个亲美的政权。那第2个来讲，就是要伊朗去除它的这种长程的战略导弹或者是它的这个核武设施但是我们看到这2个战略目标美国到现在虽然说花了很多的武器，可是也没有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达到。那为什么川普在礼拜1的时候他就说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礼拜2我们看到伊朗加大力度，又再一次的打击。那今天川普又冒出这句话，说我已经打到我该打的目标了我该攻击的都已经攻击了，消灭差不多，打了这个5000多个目标。那这场战争大概已经快收尾了。我认为川普会讲出这种话，所谓川普的赢学，大概不外几个原因。第一个，他认为自己这个美军的伤亡对他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美军的伤亡其实对美国来讲会影响到整个这个民心士气甚至于会激发起反战的情绪。我们从越战还有这个阿富汗战争都可以看得到这个毕竟川普是民选的总统，他之后还要面对其中的选举。那如果说是过多的美军伤亡引起美国老百姓的反战的情绪来讲的话，当然不利于他这个其中选举这是他国内的因素。那国外的因素来讲的话，我们都知道这个近期因为荷姆兹海峡被封锁造成全世界的这种这个油价的这种飙涨，还有这个天然气的飙涨那不利于全世界的这种经济。
甚至于各国都已经开始要释放出战备储油，不然的话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不要以为说美国自己有产油就可以幸免于外啊。这个油价一涨是全世界的，包括美国民众现在已经感受到这个油价的上涨对他们生活造成压力。那当然对全世界很多的国家尤其是同盟国家更是如此，尤其是海湾这些国家因为战争的关系，让他们的油没办法卖出去。那对于这些对美国同盟的这些海湾国家，当然经济上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川普在国际上面也有他的压力。第三个，我认为川普来讲，在持续战力来讲的话是不足的因为我们刚开始他可能设定的是一场速战速决借着武力的恫吓胁迫伊朗能够屈服，但是没想到伊朗虽然说被打得很严重，可是一直坚强抵抗到现在，甚至于到今天为止这伊朗还在做，虽然说反击的力道有减弱，可是在量的方面虽然减弱，可是在质的方面来讲，它并没有降低。所以我认为川普他可能因为自己知道长期下去对他是不利的，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只能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说我们赢了。我觉得他讲我们赢了，紧接着下来他就想办法要结束这场战争。好，川普想要赶快的结束这一场战争，那同时纽时也特别指出了说，伊朗现在专攻的就是美军的弱点。那美军的弱点跟川普的弱点，赖老师又怎么看？美军的弱点就是美国的武器，它现在缺稀土，所以它的高昂贵的、高精密的这些武器的制造商，它需要稀土。那我们来看看现在的伊朗的打法，它首先前一段时间的第一波的打法，它基本上消耗的是它旧的液态燃料的这些导弹，可是它用它便宜的旧的液态燃料的导弹搭配无人机，去消耗你美国的昂贵的防空导弹。所以它在前几波的时候，不管是美国或是以色列，它的昂贵的防空导弹基本上被消耗的情况非常的严重。那美国的昂贵的防空导弹，不管是在乌克兰战争已经被消耗一大部分，在前段时间红海，也就是去年，也门的胡塞组织在红海对于美国、以色列、英国的这些油轮的攻击，其实我们也很明显的看到，美国的杜鲁门号的航母，它基本上都已经烧到都黑了，也就是说，它的防空导弹打到都已经没办法再打的一个情况。这代表什么？美国的这个防空导弹是它的很大的弱点。那这些昂贵的导弹被消耗很大一部分的时候，都要挖东墙补西墙，要从韩国的这个萨德系统把这个6个导弹车都拉过去，那就是代表什么？代表美国它基本上来讲已经这赶不上。就是生产制造赶不上所消耗的能量，这第一个它的弱点就出来了。接着你看到的是，它开始用无人机去要把中东地区的这些已经花了几十年，花了不知道多少个1000亿的钱所打造出来的这种金融中心、交通运输国际枢纽中心，还有就是未来的数位发展中心、AI 中心的这些阿拉伯海湾国家，全部要引入战争。而伊朗吃定的就是这些海湾国家不可能跟伊朗发生交战，因为他们很明显的知道这不是属于他们的战争，而他们如果帮美国或是以色列，特别是以色列来帮以色列打这场跟伊朗的战争，这显得更荒唐、滑稽、可笑。所以他们不可能在被挨打的情形下，他们也反制的跟伊朗变成交战。为什么？迟早美国他撤走了以后，那这个就是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跟9000多万人的战争，他们也不能这样打。这个对于川普来说，这也是他的弱点。为什么？因为中东国家这些富有的国家的经济、财政、金融跟美国的华尔街的经济、财政、金融是交织在一起的。那当中东的国家在这方面受到伤害的时候，对于美国的本土的金融的这些基金，他们也都会受到伤害。这个是金主上的一个伤害，所以我觉得金主就会影响到川普本身所获得的这个竞选的经费。你想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最后一个就是对美军来讲，它最大的弱点，您刚刚一开始已经有讲了，它最大的弱点就是打瞎你、打聋你，让你看不见、听不到。那这个部分里面，美国的军队因为并不是出动地面部队，所以它的海军、空军都是要有基地作为定点的。那你看，伊朗就专门打你定点，
那专门打你定点，那这个对美国来说的话，也是不是很其饶的。也就是为什么它的伤亡人数会一直不断的增加。我想这个美国的弱点，事实上被伊朗看得很清楚，伊朗就专门打你美国弱点打。好，我们看到现在美国面临各方的压力，那川普想要停战，但是呢，以色列现在又最新宣布了，是不是以色列不想停呢？因为他说将投入数百亿美元的预算要来持续打伊朗。那美国现在也有最新的动作，最敏感的时刻，他派出称为叫做末日飞机的16B 空中指挥机前往中东，要维持核指挥的系统。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战争是否走向核危机，那还有这个末日飞机透露了什么讯号？第二件事情，川普会不会自己先撤，丢下以色列？委员怎么看？美国有4架末日飞机啊，2架16B， 另外2架14B。14B 的叫 Night Watch， 我们翻译成夜视。那这个16B 啊，它的名字叫 Mercury， 就水银号。那水银号啊，这个不是前往中东啦，飞行方向好像是中东，没有到中东去哈，因为中东没有任何基地或机场出现它的影子，它只是起飞的时候被拍到。那这一款这个空中的末日飞机啊，是核战用的。可是在美国有一个制度性，就是说只要有这个战斗机啊，超过100架作战，不管在哪个地方，他就会把这个末日飞机拿来演习一下啊，平常训练一下哈。所以这只是一个例行性的演习，并没有表示说美国真的要在中东动用核子武器，没有。因为正确的说来讲的话，哈，全世界的战略大师只有一个人，叫普丁，其他人都只能够帮他端盘子、提鞋子，而川普可能连提鞋子都不够。你看普丁一开始就怎么做？一开始就说：“哦，你敢介入的话，我就动用核子武器。”啊，所以他的末日飞机也起飞啊，就演习给你看，核演习给你看啊。北约国家跟美国都吓死了，不敢赌。不敢赌的原因是不敢为乌克兰赌，正确的来讲这样子啊，乌克兰还没有重要到要去赌核子武器的地步。一样道理啊，你这一场中东战争不可能升级到核战嘛。虽然前段时间这个我跟厉将军有同样忧虑，美国没事干嘛？旁边周边国家全部撤退啊？你到底干嘛啊？他连埃及的都撤，对，连埃及都撤啊！这个显然太不平常了。可是后来我看一看，他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部署跟动作啊。那你没有要动用核子武器的话，你就没有谈判的筹码。普丁会不会真的打？没有人知道。他就跟你摆出一个架势，你就不得不就这个事情进入考虑。那美国这个末日飞机没有飞到中东，而且它没有任何这个核弹演习。所以伊朗不必把它列为一种战略选项，说你会用核弹来威胁我，或用核弹来攻击我，因为要用核弹攻击，表示美国要彻底灭亡伊朗，但是不可能。而目前的国际局势，大概他也不会这么做，这个赌太大了，不至于哈。虽然伊朗人很骄傲，可是不要伊朗人被人家灭国过2次，一次被阿拉伯，一次被蒙古啊，这彻底被灭国哈。因为他的地方实在是太特殊了哈，但是你说川普受不了国内压力，会把以色列丢在战场上也不会啦。就是第一个问题说，川普不管什么国内经济压力他如果把荷姆斯海峡的控制权丢给伊朗的话，他共和党别选了。对，因为美国不管民主党、共和党所有的总统共同的政策就是要控制伊朗在中东不可以称霸。那伊朗如果控制了荷姆斯海峡，就会中东称霸啊，这个循环的一个过程哈。所以这个美国现在最新消息说，他要占领荷姆斯海峡，就跟后原先预判的一样哈。会不会真的占领我不知道啊，但是他也开始有起心动念要占领荷姆斯海峡了哈。那接下来就看本事啊，因为我觉得川普他不是一个战略大师，像普丁这个，我愿意死多少人来达成什么战略目标。他这是一个小生意人，我今天6个人呢，我死了13个人呢，在一场大战里面，这13个人算什么零头啊？你普丁会算这种东西吗？不会的啊，所以这是个小生意人哈。那现在这美国要达成的战略目标，他自己也不太清楚啊。他只要举个例子，美国当年的他的总统下令轰炸南斯拉夫是炸78天，硬是把南斯拉夫政府炸垮。
所以有人讲说一定要派兵，其实不是，那是伊拉克跟那个阿富汗的例子，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更经典，利比亚2011年轰炸几天，220天，硬是把格达费给打垮。因为你如果没有这么久、这么大量的轰炸，利比亚轰炸次数多少？9700次，啊，动员25000次。那轰炸结果呢？其他的反对势力才敢起来推翻他。那你今天靠伊朗国防军来推翻，你才炸个几天？哎，算了，这种叫小生意人的算盘哦。所以川普根本不是那种美国历史上那种有战略眼光的总统，比普丁差太远了。好，那另外一方面，难道现在是伊朗主要在掌握目前的战场节奏吗？因为最新他也提出了3个停战的条件，是终于提出来了。除了提出3个停战条件之外，他是否在暗中暗示说这背后还有中俄在帮助他呢？因为呢，伊朗总统最新对外宣告说，他有跟俄罗斯，还有另外一个是中国大陆的。关系密切的巴基斯坦通话，那他也提出了3个停战条件，包括第一个要承认伊朗它的合法的权利，第2个美国跟以色列你要支付赔偿金，最后一个是国际社会要提供安全的保障。所以现在目前战场看起来，难道是伊朗在主导吗？这背后伊朗它是否在暗示有中俄的力量在这后面？杨老师怎么看？这个战争，川普当然还是强调是他决定嘛，哈。但是他决定之前，他可能会跟以色列商量，那然后呢，也大概会跟他的金主，也就是要看那个油价或者是股市的线的变化，然后呢，同时他当然也要看伊朗这边跟美国的对抗达到了什么程度，所以你说最后还是谁决定呢？如果真的还是川普决定的话，但是真正影响他的还是伊朗、油价，还有以色列。以色列现在看起来很强硬哦，又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所以绝对不愿意退让。尤其内塔尼亚胡还跟他的自己本身政权的稳定跟维护有关系。那伊朗现在提出就是佩泽斯基安这总统提出来3个，就简单的说，他就是要你道歉，赔偿，保证。美国怎么可能做得到？所以我觉得短期内根本不可能会有那种美国跟伊朗在谈判桌面前坐下来的这种机会。那伊朗现在也强调，我就是跟你打这个不对称的消耗战。对。那什么叫不对称？它不只是武器的不对称，它也在地缘跟地理上的不对称。武器指的是它就是透过它的无人机跟弹道飞弹，不只是针对以色列美军基地、海湾各国，那尤其是在威胁荷姆兹海峡。那地理上呢，就是荷姆兹海峡的这个地缘位置，最短、最窄的地方只有33公里，另外一边全部都是伊朗，所以呢，昨天有4艘，就是一直到今天为止，有英国、日本、赖比瑞亚等国的这些油轮泰国都被炸。对，那泰国的那艘油轮还烧起来，那个照片传遍全球，所以今天你看到油价、股价就开始在波动，所以大概。然后呢 ，IEA 就是要求大家就释放这个战备储油，美国已经释放了4成，1.7亿桶，大概都可以维持1个月到1个半月。所以我们现在看战争哦，看就是3月底以前，那如果3月底以后还在持续，那这个事情就会变得更严重，因为就要释放更多的战备储油。那这个时候呢，油价的变化以及以色列的压力，以色列持续还会有被轰炸的压力，对川普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至于中俄有没有影响，我觉得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任何的媒体报道，就是显现出中国大陆有提供援助。可是俄罗斯可能在开战的时候或者过程当中有提供一些这个定位啊，以及在这个某一些上面的支持。你看到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已经跟佩泽斯基安有通电话，那这样子的一个想要去重回这个地缘政治的影响，这个当然是普丁当中打的是盘算。那一开始第一个话题呢，我们是需要来看到，就是从去年乱到今年都还在乱的一个中东局势哦。那么如今哦，距离美国要对伊朗进攻，真的只差一个命令了吗？因为《华盛顿邮报》揭露了，华府呢还有中东的官员，他们几乎14日的时候是一致认定的，美国总统川普他即将要再度空袭伊朗。大家还记得前段时间有一个午夜重锤吗？当时是打击伊朗的核设施哦，但是这一次呢，打
击的目标就是要瞄准伊朗的最高领导人哈米尼了。那实际的部署我们来看到啊，华府跟中东的官员认定呢，可能日前就是要动手，但最后一刻喊卡了。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像是华盛顿就向盟国示警，船舰跟战机呢全面调动起来，还有卡达的这个乌代尔空军基地也收到了撤离命令，就怕一触即发，伊朗马上要对这个地方展开这个报复的行动。然后高阶的安全顾问，你们也都别睡觉了，熬夜待命，川普总统的随时的掌控。结果最后大家都在看什么时候呢？伊朗会浮现火光。结果最后呢没有发生，因为有消息人士说，川普在最后一刻他收手了，他没有打。消息人士点破呢，这个关键就是美方现在评估之后，他们认为光靠空袭是没有办法彻底击溃伊朗的，没有办法造成一个政权的更迭。那么川普的主要目的呢，还是要瓦解跟削弱哈米尼政权，那出手就要达到一击必杀的这一个效果。于是呢，美国现在等待林肯号航母到位，那斩首行动还没有结束可能未来2到3周都还有可能随时发生。而伊朗方面呢，只回应了一句话，他们的总统说，如果你敢打哈米尼，那就是对伊朗发动一个全面战争，这个是没有任何讨论空间的。好，我们先请教舰长，现在等待林肯号的目的，安全牌考量是什么？那如果真的美国跟伊朗全面开战了，美军还可以像之前他们深入委内瑞拉那样子的这个兵毫未损，就直接把人抓到吗？跟伊朗这样真的打起来，要全身而退，不太可能吧？的确是那其实美国只要想要对外那个用武的时候，美国总统的第一个想象就是我的航空母舰在哪里。可是如果说我们看最新的一个有关于在中东的一个位置的话，对不起，一艘航空母舰都没有。那所以他就把原来在南海的这艘林肯号直接的调过去。可是林肯号，如果我们来看昨天的位置，也就是星期日的位置，其实他连新加坡都还没到。那他还没到新加坡，然后如果说我们来看这张图的话，他还要直接的跨过印度洋的话，对不起，那都是2个礼拜以后的事了。所以我们讲到说这个熬夜也熬了，披萨也吃了，因为其实在华府是有一个披萨指数，没错。那披萨也吃了，但是空欢喜一趟。但是刚刚其实主持人有提到五月重锤这件事情也就是在去年6月的时候，其实它不止一艘航空母舰。那时候我们看到的，也就是其实有2艘航空母舰在这个在这个印度洋上，也就是卡尔文森号跟尼米兹号。那但是现在一艘都不烧。但是其实有一个动态，我们大家要特别注意也就是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林肯号之外，其实布希号也在前几天出港了。那他出港其实是个意外吗？应该也不算是意外。如果说我们来看，这个是我昨天整理出来，除了福特号，因为它现在在这一个加勒比海之外，其他的美国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全部的现在的确切的位置以及最后一次部署到底在哪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尼米兹号它虽然在布雷默顿，可是它是即将要汰除的。那美军其实是保持着2艘向着太平洋，然后另外呢是有2艘向着这个大西洋。那其中我们看到的这个布希号就是其中一艘。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么多航空母舰上，为什么它好像，如果我们这里标注的只是一个港口，例如说圣地亚哥的话，那就代表其实它并没有那个进行维修，它其实都是可以立刻生火待发的。那为什么没发？因为其实我们讲到，真正最重要的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是的，也就是航空母舰打击群一旦出去，那个消耗起来可是非常的可怕。那但是呢，我们来看到，实际上来讲，对于美国而言，那他在去年所发布的这一个国家安全战略，它其实已经慢慢的要淡出这一个中东了。但是他有特别强调，有关于霍姆兹海峡以及红海的部分，它要保持通航。那现在其实有关于伊朗的问题，就是霍姆兹海峡的部分。那霍姆兹海峡其实
决定了整个中东油价的高低。那如果油价涨起来了，那今年11月这个有关于期中选举的话，川普大概就准备一败涂地，所以他现在就是紧紧捏着伊朗，但是他真的想要进入伊朗吗？其实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虽然伊朗被渗透的胡说八道啊，那我们之前看到，也就是5月重锤这个部分，连它的这个浓缩铀到底在哪里，大家好像都就是无论是以色列的摩萨德或者是 CIA 都很清楚。但是实际上来讲，现在哈米尼在上一次就已经动向不明了，这一次突然鸣鼓收惊，也可那个重要的原因，可能哈米尼正确的位置又无法掌握。是，好，我们继续来探讨为何川普总统他犹豫，最后一刻还是收手了呢？答案可能就是2个字哦，飞弹。谁的飞弹？伊朗的飞弹。因为包括美国国家航空这个航天情报中心，还有国防情报局，他们都承认伊朗可能至少拥有14种弹道飞弹的变体哦，它的这个威胁度是很大的，射程范围涵盖整个中东。最大一款的威胁武器叫做流星3型的这个武器哦，它可以打到2000公里外的目标，所以不管你美军的中东基地啦，你的盟友以色列啦，不好意思，都在这个射程范围之内。所以如果美国轻举妄动，真的对伊朗发动了进攻，但是打了你，又没有把你打残，让伊朗还有机会呢发动这一个流星3型，那威胁到美国大兵或者是以色列盟友的生命安全，会不会这才是川普最大的一个顾虑呢？还有，如果真的如这个报告所说，伊朗拥有这14种弹道飞弹跟他们的变体，那现在等待林肯号就位意义还大吗？因为这个14号变体飞弹打过去，可能林肯号也在这个范围里面啊，拦不拦得住是一个问题。好，委员你怎么分析？流星3型要拦截不是问题啊，为什么？因为它是液体燃料，液体燃料的装填时间起码要3个小时左右才能够装填3小时，而且它基本上不是移动性的，因为液体燃料装填的那个跟固体燃料可以机动性的移动不一样。那美国如果有足够的所谓的标准3号导弹，这或者是萨德导弹，应该拦截这一款还没有太难，那只是量够不够而已啦，量够不够。那同时呢，如果它有足够的战斗机空对空导弹也有机会拦截，所以流星3型并没有大家讲的那么可怕。反而比较麻烦的是数量很多的短程导弹，那个比较麻烦一点啊。你用那么贵的导弹标型3型或者标6去拦截那个，似乎不太划算啊，不太划算。所以美国这技术问题了哈，美国要自己去考虑啊。重点是在于说，美国如果真的要打伊朗，应该是属于惩罚性的战争啊。什么叫做惩罚性的战争呢？就是我针对革命卫队的几个据点进行轰炸，对几个教士集团这些神棍的头们，大概有30个目标，是革命卫队50个目标，总共就80个目标。攻击这80个目标不是问题啊。第二个，他攻击什么？趁机攻击伊朗的所有的弹道导弹的弹药库。弹药库啊。那这个在伊朗的话，美军所知道大概有20几个地方。攻击这20几个地方也不是很难，但能不能完全销毁是一个问题。可是不必完全销毁，也可以造成重大的伤害哈。那除此之外，会不会再攻击核设施？不知道啊，不知道哈。所以它能够攻击的对象很有限。第一个，它并不是要征服伊朗；第二个，它要斩首行动又跟委内瑞拉性质不一样，因为委内瑞拉就要处理马杜罗的目的是要掌控委内瑞拉的石油，有委内瑞拉的石油。根本就不担心石油涨价，然后你伊朗又怎么样？现在怎么样不理你？那伊朗说如果哈梅尼被斩首的话，对，然后要发动全面战争哦。这个伊朗总统就是光绪皇帝嘛，是啊。然后哈梅尼就是慈禧太后，是现在是满清末年，几乎是一模一样啊。那对于这个伊朗总统，他当然要讲个体面的话。当然，那如果哈梅尼被斩首了，最大的得利者就是他。为什么？因为从此慈禧太后的权力就归于光绪皇帝，他就真的当总统。他现在根本什么权力都没有，就是傀儡啊。因为伊朗这一套制度，这种神棍政权的制度是很奇怪。那伊朗真正问题不是美军啊，
也不是以色列，这个都不是问题。伊朗不会因此而被打垮那但是问题政权会被打垮教士政权很可能这一次不行，下一次再来，下一次不行，隔3-5年再来，它就垮了。今天为什么伊朗会有这么严重通货膨胀？其实就是当时的跟以色列打那一场战争，以色列人家美国他有钱给所以通货不会膨胀控制得住你伊朗谁给你钱？中国大陆不可能给你钱俄罗斯不可能给你钱所以你打一场战争，消耗一场战费，你的财政支出一扩大，通货膨胀就来了。那伊朗最大的威胁就是通货膨胀，就是货币贬值，这2个问题它不解决，它这个政权迟早会倒的，不可能不倒。哪有通货膨胀这样子的还能够存活下去？那你别看说革命卫队发动了几万人上街头啦，什么这个怒吼那个怒吼，它都没有用，都没有用。老百姓如果是在通货膨胀底下民不聊生，他迟早要起义的嘛，就跟满清末年一样。好吧，这个起义镇压住了，那个起义镇压，一下四川一下子浙江一下子哪里，你根本弄不完嘛，一下太平天国，真的，对，几次折腾下来就挂了啦。这种落后的神棍政权在现代社会里面，如果控制不了通货膨胀，一定崩溃。是。好，刚才蔡委员有提到，现在伊朗与其怕美国的飞弹呢，真的是要先稳住国内的局势比较多，因为已经各种抗议四处在燃烧了。但是川普他曾经多次对伊朗的示威者喊话：“你们坚持住我们的救援就要来了。”结果呢，却是令人失望的，因为美国的援助还没有到，伊朗当局的镇压先到了。《时代》杂志就直击伊朗这些街头的人民怒吼德黑兰的民众他们怒批哎呀，被川普骗了，是把我们当炮灰了。那伊朗当局也趁着这波全面断网争取时间。你表面上乍看是为了压制民意它实质上是要抓出美国还有以色列他们在渗透的这个情报网，包括马斯克说要这个力挺自由的声音，所以呢，他把星链调到了这个德黑兰的上空，让民众都还有网络可以用。那这些德黑兰的抗议热区民众虽然可以用呢，但是也被这个反利用，因为伊朗可以用这段时间找出一整串的美以这个通联的节点把这些通风报信的料杯全部都发现起来。所以川普煽风点火，却没有真的跳下来下场支援现在船还在掉，还要等待一下。那受伤的都是这些示威者，反倒给了伊朗来这个处理谍报战反这个亲内鬼的这个战前整肃的一个机会所以杨老师，你怎么来点评现在美伊这样子一来一往的操作？这一回合你觉得谁占了上风？川普点火，这个是真的。不只是《时代》杂志，《华盛顿邮报》也这么指责他。是，因为你讲了1个多礼拜，说美军即将上路，你们在继续扩大抗议。对，继续闹。那虽然伊朗内部是断网可是它有很多的外界的这些管道传送资讯进去，也从内部得到资讯。因为过去随着伊朗在1979年的革命，然后转变政权的时候呢，很多往外到西方国家的伊朗人组织了很多的团体，有就是民间的，有媒体的，也有政治性的。最有名的就是巴勒国王，然后呢，后来他的儿子接班嘛。对。所以相关的这个资讯其实进入到伊朗内部，也的确带去了川普的这个呼吁，继续抗议，我美军马上要来。所以的确是我觉得后来拖了这么久的时间那扩大这是一个因素之一。但你说川普在这边点火，其实火不是川普点的，火只不过让这个火再继续延烧一阵子。那当然哈梅尼后来说有数千人死亡，他如果说数千人死亡，我觉得一定破万，是可能10倍真实数字10倍。真实数字真的不确定，一定是这个几倍于此。但是怎么点的火？那刚才蔡委员讲得很好啊。那神棍政权呢，3个层面政、经，还有呢领导人。他这个政治从1979年到现在的整个制度就这种政教合一神权的制度，46年的下来其实已经到一个临界点。因为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最高领袖，对，而不是在政治权力，他在军事、经济、官僚所有的政策一把掌控。革命卫队只是军事，但他也做生意，他也搞走私。到后来，他就是被制裁，他所有的石油是革命卫队来控制海关走私的。那还有一个叫基金会，美言之为慈善团体，但事实上呢，大概伊朗每年的
20%的 GDP 都进入到这些所谓的基金会，那在做各式各样的生意，那支持的教士集团，所以从何梅尼到哈梅尼，哈梅尼现在也就是36年了，所以他这整个制度哈，我觉得跟伊朗另外一个面，什么面？它有世俗的一面。它其实1980年就开始有选举，每4年的总统选举、国会选举，国会议员有290个，在196个选区，所有的提名人都必须要由最高领袖的委员会同意，是没错。但大部分不是同额竞选，也就是说会有一些政策上的差异，温和派、改革派，所以还算是有意义的选举，虽然不是真正西方式的这个选举，但长久下来，这种世俗化的这个诉求，跟神权政权、神棍政权，用蔡委员的用语，还是有一些，就当然已经到了临界点了嘛。然后更不要说他们贪污腐化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那第一个政治场面，那第二个经济都很简单了。那你到这几年，因为战争，因为制裁，美国的外部因素，当然制裁因素也是造成他的困境之一。那然后呢，再加上他自己本身的贪污腐化，经济严重的就是这个问题。那1美元大概现在已经来到150万利亚尔。然后呢，政治当然很简单，就是元首嘛。哈梅尼已经执政36年，现在87岁了。那他的接班人也不知道是谁，是他儿子、二儿子，还是何梅尼的孙子，也不知道。我觉得这次暴动里面会不会有一些这种派系因素在背后？有可能，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到底谁占上风？我觉得其实是伊朗现在持续的在把自己再一次的封闭起来，面临到他内部的失败。美国只不过继续的可能在去煽风点火，对，或者是让某个事情再爆发，然后他可能内部就会再有一次类似这种抗议事件。到底怎么样出现，我们不知道。希望这个不会往外扩散，因为当伊朗乱，整个中东乱会造成很严重的冲击。所以现在呢，中东战事看起来真的是一触即发了。川普现在喊可能会来进行开战，正式进入倒数。伊朗方面也非常强势，现在说据传媒体报道，号召了1000万民兵之外，还手握这一种高超音速的武器，希望能够来做反制。如果再加上中俄的战力的话，他们会不会一起出手，还是会袖手旁观呢？中俄伊是否会一起来集体对抗美以？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今天3个开场活先话题，我们也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答。首先，川普已经点名了，他会做军事的介入，而且他说已经准备好了。那么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伊朗的街头现在因为示威暴动，所以造成了非常多人伤亡。美国已经喊话会对伊朗开战，难道进行正式的倒数了吗？第二件事情的是，伊朗号召现在传出1000万的民兵要展开全面的军事化镇压，针对这一些抗议人士，并且他手上握有非常多的武器，不管是有关于飞弹，或者是这些高超音速武器，还有无人机等等，能不能对以色列跟美国造成严重的威胁？今天就军事武器面，我们也会做一个比较深入的讨论。最后也会来关心在中俄这一场战役上面会怎么样选边站呢？今天这一些议题都会一起来做讨论。好，赶快来看到这是最新消息因为是不是逼近了中东的战争临界点？川普现在最新呛虾，他说会祭出前所未有的一个打击，不排除甚至是军事介入，在伊朗采取强硬手段来这一些持续的镇压援助抗议的民众。目前看起来，美国方面最可能会采用的手段就是用空袭的方式来进行攻击。川普10日在社群最新发文说，美国已经准备好了，会来提供协助。刚刚提到了伊朗的态度也非常的强硬，我们看看伊朗说什么。他说，一旦美国真的介入的话，会立刻的对以色列跟美国的基地展开一个报复性的攻击。我们看到现在其实德黑兰的内部也开始动员了，有一个说法是不是要进行内战的模式呢？伊朗的这个政府他已经号召了民兵做起义，目的是要镇压现在在各地展开的这种反美反以的示威民众。那么
官方现在资料显示，伊朗境内的民兵人数已经超过了1120万人，是相当多的。会不会真的展开全面的军事化行动呢？这个都会值得观察。另外一方面，现在看起来伊朗它在加速盘点它的军事武器来进行战争吗？包括了飞弹跟无人机在做随时的待命。其实美国的国防部跟华府智库多名军事专家就已经盘点并且分析过有关于伊朗在飞弹跟无人机方面的战力，他们是这样说的：说伊朗拥有中东规模最大、种类最齐全的弹道飞弹库，甚至具备这一些洲际飞弹的潜力，并且可以透过像是一些法塔赫啊、凯巴尔甚至尼什等型号，对区域就可以造成非常严重的威胁。今天我们制作单位也特别整理出了有关于伊朗它这些飞弹有哪一些战力是非常强的呢？比较有名的包括了这个法塔赫高超音速飞弹，曾经它突破以色列的铁穹，那么技术协同也被指说跟中国大陆是高度相关的。另外就是尼什系列了，它的射程约落在2500公里，现在正在研发的是可以射程涵盖到4000公里左右的。再来看到是伊朗的主力中程飞弹，就是流星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飞弹武器都是美国跟以色列现在比较担心的部分。这背后有谁在做技术的支援呢？现在也直指是否有中国大陆的帮忙。来看到是中国撑腰有关于伊朗的武器被美国报道说多次的运送了飞弹的推进剂关键原料高氯酸钠给伊朗，这个数量是足以让伊朗生产大约500枚的中程弹道飞弹的。纽约时报也报道说，伊朗目前手上握有数百到2000枚射程可直接威胁以色列的飞弹。所以节目一开始要来特别请教杨老师怎么看了？川普已经点名要空袭，甚至放话说他准备好了，代表美国对伊朗现在是要开战倒数了吗？刚刚讲到伊朗有这么多的武器，不管是他的民兵1000万民兵，或者是他的飞弹、无人机、高超音速武器，能够对美以造成实质的威胁吗？老师怎么看？先看伊朗内部的这个暴动哈，它刚开始的时候是经济因素，那物价、通膨，然后市场的整个混乱，当然也就结合了就是数十年来他们可能对于伊朗的阿梅尼政府，尤其是革命卫队掌控政治、经济跟军事实力，但是呢，贪污的传言不断，那连续的在就是政治上做这个操纵。伊朗相对的，其实在中东的穆斯林国家是有选举的，是民主的，那有选举制度，连他的总统都算是有意义的选举。所以这一次伊朗内部的这个暴动，现在看起来从经济上的暴动已经走向政治上的动乱。那会不会进一步变成国内的革命暴动？那我们现在在观察。不过官方的反应现在似乎是从军事到革命卫队，甚至要组织民兵，要开始在做镇压。我必须要讲，伊朗的这次暴动在时间点上，那对美国媒体、对川普政府，那真的是捡到枪。也就是针对他们从委内瑞拉到格陵兰这种无法无天帝国主义式，破坏国际秩序的作为，突然之间他们就可以很高尚的、很有道德的说要去支持伊朗人民的争取自由，那甚至呢用军事的手段，那还讲到可能用经济的制裁以及网络的就是制裁，那经济制裁不几十年了，网络制裁。现在伊朗内部网络都断了，你来什么网络制裁、经济制裁还有什么用？那所谓的在军事上做准备，我觉得这个当然一直以来都是个选项。在以色列的加沙战争大屠杀的时候呢，伊朗跟以色列都发生过几次的就是无人机和导弹的这种就是交换。那到后来最近一波的时候，整个伊朗因为它量多，使得以色列的这个铁穹体系这个应付不暇。那很多的都市，像特拉维夫都遭受到这个困境，美国就出手，攻击伊朗的核设施。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到美国攻击伊朗的核设施，是因为伊朗要发展核武器吗？当然不是。所有的其他的国家都知道，它距离发展核武器还有相当长一段距离，基本上是在解救以色列。现在呢，它基本上其实在解救自己在拉丁美洲
的这些无法无天的作为，尤其是美国媒体，我看到美国媒体的这种对伊朗的情势已经铺天盖地的说到，好像是要挽救整个伊朗人民，现在这是一个最佳的这个机会。那至于川普是不是真的敢用，我觉得他可能要看情势的发展了，因为伊朗的政府他现在已经毫无忌讳的去针对可能会危及到他们政权的这个暴动采取镇压行为，这镇压可能会很血腥，没有错。那外力的介入，如果使得伊朗政权受到影响，甚至这个濒临灭亡的时候，他拥有的武器当然也会报复了。他要报复不一定要打以色列。以美国在伊朗周遭，就是波斯湾附近的空军基地，当然还有很多了，基地还有很多，所以这些报复有没有用，那是另外一回事。但他会报复，所以美国也会去评估说，他如果真的去针对伊朗采取任何的军事攻击，这个跟打那个格陵兰或者是委内瑞拉完全不一样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 CIA 的这种渗透趁这个能力。不过呢，他当然可以把持续就是伊朗内部的动乱继续的，就是恶化。那会不会因此能够帮到伊朗的暴动去改变政府？我们也不知道。而伊朗如果真的暴动持续，政府更替的话，那下一步伊朗会走到哪里也很难讲。这个国家这么大的人口，那在这边这么的重要，拥有这么多的这个军事武力，未来的发展会很混乱。好，同样问题也要请教蔡委员怎么看？那因为刚刚耳麦也有收到最新消息，是美国的议员最新放话，他说在今天晚上会终结伊朗的暴动，是说今天晚上似乎是不是就会开始动手了？第一个问题要特别请教委员。另外就是刚刚伊朗讲到嘛，他号召了不管是1000万民兵，或者是他的各种飞弹、无人机、高超音速武器，真的能对美以造成威胁吗？没办法，因为民兵是地上作战的，美国、以色列没有那能力用地面武力来入侵伊朗，但是空中轰炸就不可避免。只是这个空中轰炸有没有办法像贝鲁特大轰炸那样的轰炸能量？现在大家在观察是不是有这个能量。因为贝鲁特大轰炸了好像40几天吧，就几乎把贝鲁特全部瘫痪了。这是最主要的美国跟以色列可以采取的。而轰炸的对象呢，一定是伊朗的党政军教派组织以及它的所谓的弹道导弹的弹药库或发射地点。那这个美国已经调查得很清楚了，所以轰炸只是看伊朗能够躲得多厉害，那反击得多快。那第二个，伊朗几乎完全没有像样的防空导弹，完全没有。啊，既然没有防空导弹的话，美国的轰炸机啊，这个以色列的轰炸机啊等等，就可以如入无人之境。那这个伊朗是非常非常吃亏的啊。然后第三个，伊朗啊，这个残余的洲际弹道导弹或者什么高超音速导，我是不相信伊朗有高超音速导弹的，因为到目前为止都是媒体在说了，没有看到有任何一个军事技术上的杂志评估过这个事情。那他攻击以色列是难免，攻击美军基地是不可避免的，但攻击会有多少的战损，那不知道啊。以色列就要自己去加强了，哈，自求多福啦。然后美军空军基地那倒不是问题，因为美军空军基地真的美军没多少人了，对，所以问题也不大啊。那破坏力也不可能太强，因为美军的防空力量还是有的啊，所以我们就看看它怎么发展。那只是说，伊朗的政权，这个教士政权，在经过1波、2波、3波的大轰炸之后，还有多少生存的实力啊？这是有待观察的。但是我相信，美国现在自己知道，他没有办法消灭这个教士政权，但是会严重弱化这个教士政权。这个教士政权可以说是贪污、贪婪，还有暴力，还有什么欺侮老百姓，搞得民不聊生啊。那受的好处都是教士集团跟革命卫队拿走了，国防军要钱要不到，那个真正的财政部收税收不到，一般老百姓做生意都还要付钱给革命卫队。你说这个政权怎么可能持续很久？而这个暴动刚好是给这个美国跟以色列来了一次的机会。对，那这种机会的话，
中国跟俄罗斯根本没有插手的余地，也不敢插手。好，所以确实哦，这场暴动现在其实仍然在持续当中，给了美以可以介入的一个机会。我们呢帮朋友更新一下这场暴动目前的最新进度，其实已经有100人死亡，数千人被捕了。那么伊朗持续的是镇压、血洗多个城市，特别看到的是一些比较惊心动魄的画面，包括伊朗它的德黑兰急诊室人满为患哦，已经急到护士都来不及做 CPR 等等，伤者大约是落在20到25岁的年轻人，目前看起来是最多的。很多人不管是眼睛啊中弹，或者是穿过后脑等等，非常的严重。现在伊朗的医院里面都已经挤爆了。我们也持续来看到中俄接下来的角色是什么，会不会来协助伊朗？老师怎么看？我想啊，大家必须要了解一下，就是说，中国大陆而言，中国大陆跟伊朗之间没有任何军事同盟关系。中国大陆唯一一个有军事同盟关系是根据1961年7月11号跟北朝鲜签的这个就是中朝友好互助合作条约的第2条，它根据这个有。那其他呢，它可能有很多跟它友好的政权。面临军事威胁的时候，其实他也从来没有去插手，甚至呢有这个华裔啊，像印尼排华，他也会直接跟印尼政府讲，你是在屠杀自己的公民，你知道，不是因为他是华裔，我们就应该有任何人。所以，中国大陆啊是这个不建立军事同盟，不去干预他国内政，然后也没有任何这个对于伊朗的条约这个义务，但是呢，我是觉得大家应该审慎啊，去思考这些消息。西方媒体啊，不是我讲，在这个就是2伊战争或者说是入侵伊拉克还有阿富汗，有太多的假讯息，而且有时候谎话编的到自己都不合理。你看这边镇压反美反以的示威那个民众，对不起，现在伊朗政权是美国的走狗，以色列的走狗，他去镇压反美，他巴不得你在那边做反美反以的示威那个民众。而且呢，我讲实在话，就是说。西方媒体所能转述的报道都是集中在首都德黑兰这一带，那是不是普遍性的这样有民怨或者民众的这样子，就是说这个抗争的活动呢？其实也没有到那个地步。所以我觉得这个即使这个政权啊，在很多地方它的形象并不是很正面，但是呢，你说它完全失控，我觉得倒还没到那个地步。所以这个假如不是派地面部队进去，然后去这个用这个弹道飞弹打击，或者说去轰炸，我可以讲说死伤是难免，但炸不出民主，也轰不出自由吧，对不对？所以美国呢，基本上来讲，嘴巴上讲了一套，但是使用军事手段绝对是得到相反的效果。